第194章遇袭。神秘的生物破开岩浆，发出一声尖利的嘶鸣，对着半空中的萧炎爆射而去。胡乱飞射的岩浆也将平静的岩浆湖泊搅得猛然暴躁了起来，一道道岩浆火柱从中冲天而起，极为壮观。天空之上，萧炎双翼急速震动，忽然暴动起来的岩浆湖泊让得他头皮一阵发麻，紧咬着牙关，拼了命地逃窜着。虽然有着紫云翼的帮助，萧炎的速度极快，可那神秘生物的速度也是绝对不会逊色于他。在那嘶鸣声刚落的瞬间，庞大的身体便是展现出了与其体型丝毫不符合的快捷速度，逐渐地追赶上了萧炎。旋即，狰狞的巨嘴一张，猩红的三叉信子犹如利剑一般暴刺而出。少爷，小心，他在您后面。远处的通道之处，望着那逐渐接近萧炎的巨大生物，青灵小脸布满着惊恐，尖声喊道。一旁萧鼎脸庞上也是覆盖着焦急，有心想要上去相助，可却是根本过不去，当下只得急得在通道中不断地转悠着。正在急速飞掠的萧炎听得青灵那尖叫声，浑身皮肤猛地一紧，与此同时，炽热的劲气也是从身后爆射而来，喉咙滚动了一下，萧炎甚至连头都来不及回。紫云翼在持续震动之时，脚掌猛地重踏在一旁的一道从上面垂直而下的巨石柱，急喝道：爆布！随着声音的落下，萧炎的身体骤然曲卷成了弓形，一道哧啦的声响，萧炎的衣衫紧紧地贴着皮肤表面，身体紧绷，旋即犹如一道离弦的箭枝一般，速度猛然暴涨。借助着爆布的爆发力，萧炎侥幸地躲过了身后神秘生物的必杀一击，同时也将彼此的距离稍稍拉远了一些。死！瞧得到口的猎物竟然逃脱，神秘生物发出一声愤怒的嘶鸣，巨大的尾巴狠狠地抡扇而出，顿时那道被炽热的岩浆冲击了无数次的坚硬石柱居然便是轰然爆裂开来。在石柱爆裂之时，无数碎石洒落而下，神秘生物巨尾不断地狠狠抡动，而凡是被其尾巴所接触的碎石，皆是犹如一颗出膛的炮弹一般，狠狠地对着逃窜的萧炎怒射而去。身后忽然响起的阵阵破风声响，让得萧炎刚刚放松了丁点的心情再度紧张了起来，灵魂感知力透体而出，将周身几米处笼罩其中，然后身体骤然开始了诡异的扭曲。吃吃，一枚枚有些棱角的碎石带着尖锐的破风声响，贴着萧炎的身体表面不断的插过，而即使萧炎险之又险地避过了这些碎石的轮番攻击，可每当他们在擦身而过时，尖锐的劲气依然是在萧炎身体上留下了道道红色的痕迹。砰！一些落空的碎石在继续爆射了一段距离后，狠狠地砸在坚硬的熔岩之上，顿时在轰然爆裂之时，居然也是在熔岩之上留下了道道裂缝。由此可见，其上面所蕴含的劲气究竟有多恐怖。若是萧炎一个失神被之砸中，恐怕当场就会失去战斗力，一头坠进熔岩之中，化为灰烬。望着那些熔岩上的条条裂缝，萧炎额头之上忍不住地浮现许些冷汗。要不是当初在魔兽山脉药老专门摆设木桩阵来训练了他的闪避能力，恐怕今天他就真得栽在这里了。这东西竟然还懂得利用别的物体来进行攻击，明显智慧不低。该死的！心中飞快地闪过一道念头，萧炎大感棘手的同时，脚掌猛地再次踏在一条石柱之上，速度再度暴涨。借助着速度的暴涨，萧炎艰难地回转过头，目光瞟着那紧紧吊着身后不远处的神秘生物，忍不住地轻吸了一口凉气。这头从岩浆之中忽然跑出来的神秘生物是一种类似蛇形的魔兽，体型极长，粗略望去恐怕起码有4-5丈左右，通体火红，远远看去犹如是一块浑圆的火玉一般。在它的身体表面上，巴掌大小的红色鳞片密布其上。最让得萧炎有些惊骇的是，这头魔兽的脑袋竟然有着2个，在修长的脖颈分叉之处，2个狰狞的脑袋瞪着巨大的菱形眼瞳，其中充斥着狂暴与嗜血的杀意。好古怪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魔兽？心头闪过一道惊恐的念头，萧炎眼角却是忽然发现那双头蛇的速度居然缓缓慢了下来，而且它们的脖颈之处似乎正在逐渐的膨胀着，犹如有着什么东西
打算喷吐出来一般。瞧着这有些古怪的一幕，萧炎心头却是泛过一抹不安，当下双翼猛地一震，快速的飞前冲的身体骤然顿住，然后身体对着上方暴冲而起。就在萧炎身体对着上方暴冲之时，后方的双头蛇狰狞的巨嘴猛然大张，两道完全由岩浆与火焰所构成的巨大熔浆柱犹如火山爆发一般的喷发而出，顿时两股汹涌的岩浆火柱狠狠地对着萧炎爆射了出去。砰！一道火柱攻击在萧炎下方1-2米处爆掠而过，其中所蕴含的炽热高温竟然是让的萧炎的裤脚瞬间烧毁了一截，皮肤之上传来的火辣辣感觉使得他轻吸了一口凉气。一道火柱虽然落空，不过另外一道却是闪电般的穿过半空，一路在空中遗留下一道赤红色的火焰线条，带着毁灭般的气势狠狠地撞向萧炎。远处通道之口，望着那即将吞噬萧炎的火焰柱，萧鼎与青灵皆是满脸的惊骇欲绝。背后突如其来的炽热高温直接将萧炎的后背衣衫焚烧成灰烬，本来略微有些黝黑的皮肤在此刻也变得极为通红了起来。该死的，背后猛然而来的炽热温度将萧炎脑袋熏烤得略微一晕，双翼拼命震动间，眼角向后瞟了瞟，却是有些惊恐地发现巨大的岩浆柱正将他周身好几米的距离完全的笼罩，在这短暂的时间中，他根本没有可能逃出火焰柱的笼罩范围。老师，你再不出手，我就得挂了。近在咫尺的毁灭攻击，让的萧炎瞳孔几乎缩成了针孔大小，在拼尽了全力依然躲避不过之后，他只得在心中急急地嘶吼道：呵呵，小家伙终于支撑不住了吗？苍老的戏谑笑声在萧炎的心中笑盈盈地响起。在苍老声音响起之时，一股奇异的能量猛然灌注进萧炎背后的紫云翼之中，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紫云翼之上竟然浮现出了许些紫色的淡淡云彩纹路。双翼一震，随着一道哧啦的声响，萧炎的身体几乎是在这一刻穿透了空气的阻碍，犹如湖泊中穿梭的小鱼一般，闪电般地冲出了火焰柱的笼罩范围。巨大的熔岩火柱攻击落空，重重地射进了岩浆湖泊之中，顿时一声轰然爆响，整个地穴都为之颤了一颤。巨大的熔岩火柱穿进岩浆湖泊之中，就犹如是起到了某种催化的作用一般，平静的湖面之上，无数道巨大的熔岩柱在一声声砰砰的闷响之下被源源不断地喷射而出。这一副极为恐怖的场景，就如同是那隐藏在岩浆之下的无数火山孔洞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喷发一般。站在通道之中，萧鼎与青灵望着那骤然间变得极为狂暴的岩浆世界，在惊骇之余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在这种庞大的天灾之前，人类的力量似乎显得极为的渺小。难怪一火这般珍惜难得，想要从这些堪称死亡绝地的地方取得一火，那基本是难如登天啊。萧鼎喃喃道。砰！在两人目瞪口呆之时，通道之外不远处的岩浆湖泊之中，一道熔浆柱猛地冲天而起，四射的炽热岩浆铺天盖地地飞洒而出。瞧得那些飞洒的岩浆，萧鼎急忙拉住青灵，身体急退了好一段距离，方才将那些炽热的细小岩浆躲避而过。小炎子怎么样了？人呢？站在通道之中，萧鼎的视线几乎被爆发的熔岩柱完全的遮挡而住，当下不由得心急如焚的道。一旁青灵也是小脸苍白，手足无措的模样，显得极为胆怯与焦虑。就在两人心急的有些发疯之时，岩浆湖泊之中的一道人影猛地横冲直撞的暴掠而出。望着那道几乎是硬生生的从无数道岩浆柱中冲撞出一条道路的人影，萧鼎在惊喜之余心中也是一片呆滞，这家伙居然能够无视那岩浆中的炽热温度，太可怕了吧。浑身被包裹着紫色斗气之中的人影在冲出了最后一道岩浆柱之后，终于一头冲进了通道之中，手掌扶着墙壁不断地喘着粗气，声音嘶哑的道：妈的，那家伙太可怕了。此时的萧炎浑身上下衣衫已经烧毁成了一块块的极为狼狈的布条，皮肤也是一片通红，满头黑色的发丝也是变得有点枯黄了起来。没事吧？望着那不断喘着粗气的萧炎，萧鼎松了一口气，连忙问道。
苦笑着点了点头。萧炎背靠着通道，缓缓地坐了下来，目光望向湖泊之中。或许是由于忽然间失去了目标的缘故，那条双头蛇只得在岩浆之中缓缓地游动着，四只巨大的鳞角瞳孔不断地在周围扫视着。可由于漫天岩浆的遮掩，它搜查未果之下，只得发出愤怒的嘶鸣声，巨大的尾巴疯狂地砸动着，将岩浆湖泊掀动得不断翻涌。